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自己的一天，你会发现一件有点不太直觉的事。你以为你在做选择，但很多时候你只是做出反应。你起床的时间、滑手机的习惯、面对压力时的第一个念头，甚至是你对某些事情的喜欢与排斥，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行为，其实往往高度重复，甚至可以被预测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些选择与行为真的来自你吗？当一个人开始更诚实的观察自己，会慢慢发现一件不太舒服的事。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思考，而是在回应早已形成的模式。就像某种内建的程式，在特定情境出现时，就会自动启动。而这种自动运作，正是一本极具争议的著作所要揭示的核心。这本书叫做《与魔鬼对话》，作者是美国作家拿破仑·希尔，上世纪的成功学祖师。他在书中提出一个当时几乎无法被接受的观点：人类其实长期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。但更关键的是，这种控制并不是来自某种外在的强迫力量，而是来自你的内在，一套你早已习惯甚至从未怀疑过的运作方式。接下来，我将一一拆解这套模式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它到底是如何控制着人类。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本书在完成之后，并没有立刻出版，而是被延后了将近70年。原因不在于内容不够成熟，而是在于它所触碰的是当时社会中最核心也最不可质疑的两个结构：宗教与教育。首先是宗教层面，在书中，那个被称为魔鬼的角色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：人类并不是单纯因为信仰而行善，而是长期受到恐惧的驱动。例如地狱的概念，它被描述为一种惩罚机制，一种对于偏离规范的最终制裁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样的概念也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人们的行为边界。人们不是因为理解而选择，而是因为害怕后果而遵守。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否定信仰本身，而是指出一个更深层的现象：当恐惧被制度化之后，它就不再只是情绪，而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控制方式。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几乎等同于直接挑战宗教权威。接着是教育层面，书中同样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：大多数教育系统并不真正鼓励独立思考，相反的，它更倾向于训练服从、记忆与标准答案，在既定的框架中学习，在既定的路径中前进。而更关键的是，这一切往往发生在一个人还没有能力质疑之前。当一个孩子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判断，他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回答正确答案。当他还来不及思考，他就已经被教导应该如何思考。某种程度上，他学会的不是思考本身，而是如何不偏离既有的思考方式。在当年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，这样的观点再加上魔鬼对话这样的叙事形式，几乎等同于同时挑战宗教与教育这两个最具权威的体制。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·希尔在完成这本书之后，长时间犹豫是否应该将它公开。因为一旦出版，它不只是一本书，而是一种对整个社会运作方式的质疑。而当这两种力量，宗教所形塑的恐惧以及教育所建立的习惯，开始长期交织之后，就会产生一个更稳定的结果：恐惧提供方向，习惯负责执行。久而久之，人不再需要被外在压制，因为他已经在内部建立起一套自动运作的模式。他会自己遵守、自我限制，甚至自己合理化这一切。所以，这本书真正挑战的，从来不是宗教或教育本身，而是他们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，共同塑造出一种状态。
一个看似清醒，却从未真正觉察过自己的状态。当我们谈到魔鬼，多数人的直觉仍然会停留在一种具体邪恶的形象，一种长着角与尖牙的恐怖形体，一种存在于世界之外、操控人类的力量。但如果回到拿破仑·希尔在书中的描述，你会发现他其实在做一件更根本的事情。他把魔鬼从一个神话角色转换成一种可以被观察的内在机制。这个机制可以用3个层面来理解。第一是小我，它的本质不是邪恶，而是维持稳定控制。它会倾向让你留在熟悉的身份、熟悉的环境、熟悉的选择中，因为那里最安全。任何改变都意味着不确定，而不确定对小我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威胁。第二是恐惧，这是驱动行为最底层的动力之一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某些东西，但更深层的原因往往只是因为害怕失去、逃避痛苦、避免未知。恐惧不需要被强化，只要存在就足以影响决策。第三是习惯化，当一个反应被重复足够多次，它就不再需要意识参与，行为会自动发生，就像一段已经写好的内建程式，在特定情境出现时被触发。当这3者结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隐蔽的系统。所谓的魔鬼更像是一套在人类内部运作的控制机制。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对应，它并不神秘。它可以是习惯回路的强化，是潜意识的自动反应，是注意力在无形中被引导，是我们在做决策时出现的各种偏误。也就是说，这并不是一种超自然现象，而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观察、被验证的心理运作。但书中同时也保留了一个象征性的叙事层，那个被称为魔鬼的存在，被描述为神性的另一面，是宇宙中2元对立的一部分。它无法被消灭，因为在一个需要平衡的宇宙中，正与负本就同时存在，才能维持宇宙的运作。魔鬼没有固定的形体，它存在于人类的负面思想之中，例如恐惧、贪婪、憎恨、焦虑。它也存在于更广泛的负面现象里，例如痛苦、疾病、匮乏、冲突与混乱。它可以是推动贫穷与饥荒的力量，是死亡与苦难的象征，也可以是煽动情绪、放大欲望、破坏人际关系的那一股动力。更微妙的是，它并不需要主动出现，只要人类持续在这些状态中运作，它就自然存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魔鬼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对抗的外在敌人，而是一种会在特定条件下自然形成并持续运作的内在结构。而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它是否存在，而是我们是否正在其中运作，却从未察觉。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结构与机制，那么接下来要开始进入一个更贴近现实的问题：这一切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？在拿破仑·希尔的描述里，人类的行为长期被几种核心恐惧所驱动。这些恐惧不一定总是明显，但几乎渗透在所有决策之中。对贫穷的焦虑让人不敢冒险，对批评的在意让人压抑真实想法，对疾病、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让人试图抓住可控的一切，对失去爱情与人际关系的害怕让人不断妥协。这些恐惧表面上各自独立，但在更深的层次，它们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不安来源。它们影响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，如何面对关系，是否尝试新的可能，甚至是你如何看待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很少以恐惧的形式出现，
他们往往伪装成理性、现实、安全考量。于是，一个转变就悄悄发生了。当恐惧长期存在，人会开始倾向避免风险，而避免风险往往意味着拒绝思考，害怕改变，害怕进入未知。久而久之，人不再主动做出选择，而是让既有的模式替自己做出反应。这种状态在书中被称为随波逐流 （drifting）， 它并不是懒散，也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状态。当一个人看似在生活、在决定、在前进，但实际上只是在沿着既有的惯性滑行。他会选择看起来合理的路，说出被社会期待的话，做出不会引发风险的决定。每一步都没有明显错误，但整体却缺乏真正的自主性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随波逐流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恰恰相反，它更接近一种常态。多数人并不是被强迫去过某种生活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进入某种模式，然后持续在其中运作。而最关键也最难察觉的一点是，处在这种状态的人通常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随波逐流，因为从内部看，一切都很合理。你有你的理由，你有你的考量，你甚至可以为每一个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。但如果把这些选择拉长来看，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一致的模式，就像某种早已写好的轨道，而你只是顺着它前进。这也是整个控制机制中第一个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，不是因为有人在操控你，而是因为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这套模式。当我们谈到控制，最精巧、最深层的部分，不在于外力的强迫，而在于内部自动化的形成。这正是拿破仑·希尔所揭示的催眠节奏法则 （Hypnotic Rhythm）， 一种看不见却能完全塑造行为的连锁过程。它的核心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可怕。重复、习惯、自动化成为性格与身份。每一次你无意识的选择逃避风险，重复日常行为，屈从于恐惧，都是这个链条的一个环节。当行为被重复，它就形成习惯。习惯一旦形成，自动化就随之而来。当行为自动化，你不再需要思考，就会以为这就是你本来的样子。更进一步，当这些自动化行为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它会塑造你的性格，甚至你的身份。你会开始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来合理化一切行动，而不再质疑内在动机。而当人类进入到最后这个阶段，就很难再改变了。这也是魔鬼控制人类的最高形式，不是有人在你外面操控你，而是让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与现代对习惯回路、潜意识反应以及注意力偏误的研究不谋而合。我们的决策、偏好，甚至价值观都会在无数微小的重复中被悄悄重写。这些重复不需要刻意安排，它们可以自我维持，像自动驾驶般运作。换句话说，一旦进入这个节奏，控制就不再需要外力，人会自己维持这个状态，甚至努力保护它。恐惧与习惯早已完成了最深层的内部训练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我选择了这条路，但回头看，却发现自己一直沿着同样轨道前进，每一步都看似自由，实则是长期重复与习惯化的结果。所以，重点不在于我们是否被控制，而在于控制可以如此自然的发生，以至于你完全没有察觉。这也意味着，人类不是被强迫，而是被训练成自动运作的存在。自由意志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被覆盖在一层深不可见的自动化之下。如果这一切都只是长期形成的机制，
那么，人类是否有可能跳脱这种自动运作？是否可能再次觉察，并真正夺回自己的主导权？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你有没有被控制，而是你是否有真的独立思考过，是否有真正觉察到自己内在的意识本体。这也正是下集要揭开的答案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